很多人說夏天是鳥荒，平地很熱，鳥況也比較安靜。這次我們乾脆往高海拔跑，來塔塔加住3天2夜，看看夏天的山上到底有沒有東西可以拍。原本只是想碰碰運氣，順便帶這顆140-400 F4.5到山上走一趟。結果這趟從一開始的大霧、午後雷陣雨，第一晚夜觀打龜，到後面找到灰林霄，還拍到火冠帶狙，整個行程比我預期的精彩很多很多。上一集已經介紹過鏡頭了，這一集就跟着我們一起去塔塔加走路、找鳥、躲雨，看看夏天跑到山上賞鳥到底會遇到什麼有趣的事吧。拍攝野生動物時，請記得不逼迫、不餵食、不干擾。想要拍攝自然的奇蹟，請務必保持最美的距離。我們剛到東埔山莊旁邊的停車場，第一個遇到的不是鳥，是黃喉貂。它速度很快，從旁邊直接穿過去，我來不及拿相機，只好用手機先隨手拍一下。黃喉貂，我們在車上躲雨。我們到塔塔加啦，不過現在這個天氣，這麼霧，不知道怎麼辦。希望等一下看雲會不會散，但是現在也已經4點多，快5點了。3點多4點了。如果霧這麼大的話，等下可能就第一天下午就沒東西拍了，我們就去夜觀吧。好大的霧啊！小蔡，你看到什麼了？刚刚有聽到朱雀的叫聲 ，Merlin 有辨識到，但是太霧了，根本看不到。好多只哦，小叮当哎，有了，看好多山紅頭。速度真好快！哇，那水蟲哎！它濕濕的、蓬蓬的、胖胖的。我們光這個停車場走不完，走不出去，鳥太多了。剛剛已經看到6、7種了吧，只是我有的沒有拍到。它們因為其實林鳥它們就是動作非常的快，然後會在樹叢裡衝來衝去，不好對焦。霧一陣一陣的，這一起霧的話，距離大概3米左右就看不清楚了。沒關係，繼續努力。警報器真的。对。刚剛聽那個好酷的叫聲哦，那是深山鶯，它們的叫聲是嗶嗶嗶嗶，然後越來越高，越來越高，然後之後噠噠噠噠噠，那個像警報器一樣，我不會形容，大家自己聽。蝸牛應該有錄到，我覺得那個叫聲超酷的。用麥克風錄到。對啊，它那個會讓人家緊張的警報器叫聲。小翼東在叫但是這麼霧，它在我對面我都看不到它，我也不知道我要怎麼拍。我很想拍小翼東，但是我看不到。霧真的很大，所以我們第一天只有先在停車場附近簡單的晃晃，然後拍拍這樣。我們這次住的是東埔山莊，我們今天住這裡。山莊有提供熱水可以泡麵，其實蠻方便的，但是垃圾務必要自己帶走。
這邊晚上8點半熄燈，而且會關掉洗澡的熱水，所以要洗澡的人記得要把握時間。住宿條件就是比較簡單一點的3屋的大通鋪嘛。如果你平常對住宿要求比較高的話，可能要先有一點心理準備。重點是這裡地點很方便，早上要走大鐵山超近，不用再開車。第一天晚上其實我們有出去夜觀，但老實說就是打龜嘛。那天晚上天氣也不是很好，霧氣很重，視線很差，走起來要很小心，每一步都要記得放慢一點。所以我們今天就早點休息，明天清晨5點準備再戰。然後明天如果沒下雨，他晚上再看有沒有機會夜觀這樣。晚安。現在時間5點20，我們要出發，天微亮，然後鳥開始叫了，而且天氣看起來不錯，氣溫13度。其實這個溫度我還可以耶，穿短袖不會覺得特別冷。上次大雪山那個真的比較冷，雖然比現在低5度而已。看來我的臨界值從16度變13度了。你有脂肪，我害怕。越來越多了。最近肩膀受傷都沒去運動。走吧。着裝完畢，我們要出發。第一站是大鐵山。這次我們在塔塔加主要會有3個點，就是大鐵山，然後遊客中心，然後可能會去大草原，然後還有我們住的東埔山莊這邊。這幾個地方拍鳥，出發。第二天早上，我們從東埔山莊旁邊的停車場往大鐵山走。我們才到入口而已，就走不上去了，鳥太多了。剛剛已經拍到台灣噪鶥，超近，直接往我飛過來。然後現在這邊都是冠羽畫眉。也跟大家分享一個小撇步，可以記一下冠羽畫眉的叫聲。在山上找鳥的時候啊，因為冠羽畫眉常常都是領頭的，只要它們出現了，接下來就有很高的幾率會出現各式各樣的小山雀，還有青背山雀，好可愛哦。是台灣噪鶥吧？哦，這樣。我們走到現在7點了，2個小時了，我們還沒有到大鐵山，我們被硬控了。路上好多東西可以拍，拍鳥人日常。這邊也跟大家推薦一款在賞鳥的時候很好用的 App， 它叫做 Merlin。打開它的錄音辨識啊，它就會及時告訴你現在在樹林裡唱歌的是哪幾種鳥鳥，對現場學習跟認識鳥音非常的有幫助哦。出太陽了，但我們還沒走到大鐵山。一直在路上。對啊，真的太多，這裡真的超好逛。然後我們之前的大雪山不是一直想拍小叮當，然後拍的很少很少，這裡超級多，我們已經拍到不想拍了，滿天的小叮當。我們這次的目標是，我的目標其實是九紅朱雀，但九紅朱雀人家說主要不是在這邊拍，但我們有聽到叫聲，所以還是想要拍拍看。就是我很想要拍九紅朱雀跟小滷蛋的大滷蛋，對啊，然後還有黃羽鷹嘴，這3個是我這一趟最希望的目標，但是目前都還沒有拍到，都聽到叫聲而已。哦對，還有波妞很想拍火冠帶菊，剛剛也有看到，但是沒有拍到，太快了。我們剛看了一隻胖胖的，在那邊等很久，發現是松鴨寶寶。我有拍到，雖然糊糊的，但是很可愛。這次我們拍了蠻多幼幼的，因為這個時候啊，其實就是很多寶寶他們已經離巢，開始學習怎麼覓食、怎麼生活的時候。好可愛哦！
嗨，還吃東西耶。它叫聲好可愛。它一隻眼睛白內障是不是？對，它右眼好像。我們終於到了7點46了。你走多久啊？我們5點半多出發的2個小時。大鐵杉應該是塔塔加最經典的地標了。這棵樹已經快900歲，你們看它長得像一把超級大傘，樹枝分叉的非常多。其實當年就是因為它長得不夠直，木材不好加工，才幸運逃過伐木時期被砍掉的命運。結果當年的這種無用，反而讓它成為現在塔塔加最重要的生態大傘。如果大家仔細看，還會發現有超快的小黑影穿過去，那就是山上的小精靈條紋松鼠。它們大概只有1個手掌大，它們的動作超快，叫聲還很像小鳥的啾啾聲。常常聽到鏡頭還沒對到焦，它就消失了。能在這把天然的大傘下慢慢散步，找找小鳥，看看松鼠，真的是一件很享受的事哦。後來我們從大鐵杉下來，然後往遊客中心的方向走。這段路啊，真的很慶幸，因為如果是從遊客中心那個方向過來，其實會累超多的。所以我建議，如果主要目標是大鐵杉附近的鳥礦，從東埔山莊旁邊的停車場上去會比較舒服。現在要去東埔大草原，不知道有沒有機會拍到小悟空、黃羽鷹嘴。叫声很像警報器的那個深山鷹從我面前跳過去，但是我真的來不及，我看到它對焦飛走了。那我有拍到很糊，超級糊啊！因為它都在草叢裡面，所以聽叫聲離你很近，但是看不太到。剛好可惜，就從我面前這樣咻過去。在努力。可愛哦！有，我終於見到你本鳥了，阿英，就是你一直叫，然後我都找不到你。終於拍到深山鷹本鷹了，它還在那邊叫。所以做得到吧？抓到什麼啊？中午我們到遊客中心吃飯，這邊的選擇不多，主要就是簡餐，口味我只能說很樸素，差不多就是有得吃就好。如果你對吃比較在意，我會比較建議可以自己多帶一點食物上來。我們3個都沒有帶錢，我們想說
只是走個林道，然後就回來了。結果後來沒想到我們走出來之後，直接是吃飯的地方，所以我們就問可不可以刷卡或者是來賠都不行，也不能轉賬。然後旁邊有一個姐姐說，要不然你轉給我給你現金，所以我們就獲得了1000塊吃飯金。然後現在我們要走回我們車子，要走20分鐘左右，回去充個電，2台相機都沒電了。其實生態旅行啊，跟一般旅遊有一點我覺得很不一樣。一般旅行可能會時間到了就吃飯嘛，拍照去下一個點。但賞鳥常常都是鳥況一來，你就會想要多停一下，然後天氣一變，你又得臨時調整，所以吃的喝的還有雨具，最好都要先自己準備好。塔塔加這陣子的天氣幾乎每天都有午後雷陣雨，所以我們這趟也遇到了。上午還可以走，下午霧就開始上來，然後天色變暗，後來就下雨，然後聽說還下了超大的冰雹。這種天氣啊，對拍攝的影響很大。第一個是光線會掉很快，第二個是你器材要顧，再來是步道濕掉會變得很滑。尤其如果背着相機和長焦鏡頭走路啊，真的不要硬撐。我建議該躲雨就躲雨，該收器材就收器材。如果夏天要來塔塔加，行程最好要排得彈性一點。早上天氣通常會比較穩，重要的點就盡量排早上走，下午就不要排太滿，因為可能一場雨下來，你原本的計劃就全部都要改掉。第二天下午雨下得超大，我們原本也以為晚上大概沒什麼機會了。第一天晚上已經打龜了嘛，然後第二天下午又下雨。心情其實有一點受到影響，原本想說不然好吧算了，早一點睡，明天早起希望運氣能再好一點。但山上就是這樣，有時候你覺得好像差不多了，天氣突然又開一個縫給你。到了晚上，朋友說雨停了雨停了，要不要出去走走？我那時候其實有點偏頭痛，本來有一點不太想出去，但是都已經到塔塔加了，而且雨停的時間不知道有多久，最後還是覺得帶着器材再出去看一次。第二天晚上就是這趟最大的轉折。我們原本沒有抱太大的期待，只是想說來都來了嘛，好不容易雨停了，就出來看看能不能拍到點什麼。結果這一走就找到了回林霄。看到他的當下其實蠻緊張的，因為現場真的超級暗。你知道他在那裡，但是相機能不能拍下來又是另外一回事。我們在那邊拍了很久，貓貓也很乖的一直在附近讓我們拍。我嘗試了各種辦法，從長曝到熱像儀，最後真的沒辦法，還是有打了弱光跟弱閃光燈配合長曝光，拍了好多張。我甚至當下其實不確定有沒有準焦的照片，後來回家整理弱檔才發現細節其實還在，這種感覺很妙。現場你不確定自己有沒有拍到，回到電腦前才慢慢確認，那一刻才知道這趟夜晚真的有留下點什麼。不過回林霄這段我想特別講一下，我們夜拍的時候雖然有使用閃光燈，但是盡量出力弱一點，然後也沒有連續閃。我們現場有盡量嘗試過各式各樣不一樣的拍法，包括長曝超過10秒，最後真的沒辦法。但是我們重點不是為了要把照片拍亮，而是希望可以在記錄的前提下盡量降低對它的影響。比起用持續燈長時間照着它，用低出力、短暫、少次數的閃光搭配高 ISO 和長曝光，讓光線介入的時間短一點。這不是說可以做到完全沒有影響，而是現場能做的就是把干擾控制的越低越好。國外很多野鳥攝影和貓頭鷹觀察的專業建議也都有提到，夜間使用人造光要非常的保守，不要長時間照射，不要一直追，不要為了照片逼近個體。這些原則我覺得比拍到美照更重要。所以這段我們不會公開地點在哪裡，也不鼓勵大家去找同一隻。今天比較晚出發，現在已經6點45了。因為昨天我們全部巡過一遍了嘛，然後遊客中心、東湖山莊這邊都看過，但是我們覺得
昨天看下來，好像還是大鐵山那一段的林道鳥況最好，所以我們今天白天決定再去巡一趟大鐵山。走。只靠屁屁。我也是。而且山上的猴子是不是比較毛茸茸啊？壽山的好像沒有這麼蓬，對不對？應該是因為天氣，對啊，真比較冷，所以它們比較蓬。第3天早上，我們又回到大鐵山。老實說，一開始鳥況很普通，沒有前一天那麼快熱起來。我們先慢慢走，邊走邊聽聲音。沒有，這邊今天沒有。走了一段後，我們看到了台灣朱雀。有。哦，好可愛哦！我在錄影，剛好。沒有，還在理毛。好可愛啊！台灣朱雀解鎖。雖然我們拍的台灣朱雀不是酒紅色的，因為我們拍到的是母鳥，但還是很開心。看來以後有機會還是要去合歡山拼一下。沒開罐，可惜。沒關係。好近哦。火冠带菊，还吃虫啊！这个。我没有想到。昨天沒拍到的火冠帶菊今天也解鎖了，而且就跳在這裡，我站在這裡，我拿100、400差點爆框，開心。這一張火冠帶菊超級清楚，超級數毛，而且距離這麼近，如果是200、600還對不了焦。然後今天剛好運氣好，是用這一顆可以很近的對焦。跳過來了，跳過來了。我這個角度，它在樹枝裡面，很禮貌。剛原本上來還在說今天好像鳥況比較不好，就拍完朱雀之後什麼都沒有了。結果走，而且剛有一個大哥從上面山上下來，他說上面鳥況不好，所以他已經回頭。結果我們就繼續往上走，沒多久，突然間就被鳥包圍了，超級多，好爽！而且我真的沒有想到可以拍到這麼近的這些，我還有拍到像紅尾翁啊、火冠帶菊啊、睡眼畫眉，然後還有好多，回去再慢慢看。有些我臨時也還沒有看出是什麼，我就先按了。對，那個樹枝上。哇，我來不及。下去了。他是誰啊？我沒看到。對，還在。還有鵂鳥在草叢裡跳來跳去，真的超級難拍。我按了一堆，結果有對焦的，好像只有1張。還在。在這裡。我們也有遇到台灣鵪鶉，就是小滷蛋。這只我自己沒有拍好，只留下超級糊的照片。但朋友有拍到。好可愛啊！我又發現你啊！他在發呆。我們
又來到了大鐵山。對，原本要去玉山登山口，但是我們進度太慢了，走上去再下來不知道幾點了，所以決定下次有機會我們搭接駁車上去。這次走完塔塔加，我整理幾個覺得比較實用的心得跟你們分享。第一個，如果你要去大鐵山，我會建議從東埔山莊旁邊的停車場走上去，會比從遊客中心那邊走過來輕鬆很多。尤其你背着相機、腳架或比較重的器材會差很多。第二個，住宿和飲食要先自己準備。東埔山莊有熱水可以泡麵，晚上8點半就熄燈了，同時也就沒有洗澡的熱水，所以自己要把握時間。記得要帶垃圾袋，把自己所有的垃圾帶下山，那邊沒有地方可以丟。第三個，夏天的午後雷陣雨真的很常見，早上盡量早一點起床，多拍一點。下午的話，記得要帶雨具，然後相機防水要準備好。山上天氣變化很快，不要看出門那一刻好像天氣還不錯，就把雨衣丟在車上。第四個，塔塔加很適合慢慢走，你不一定要一直換點，有時候就一段步道慢慢來，收穫反而會比較多。尤其拍小鳥、聽聲音、看樹梢、看路邊的草叢，只是小胖會這樣跳而已啊，絕對比一直趕路可以找到更多東西。最後是夜間觀察，夜晚如果真的要遇到猫頭鷹或其他野生動物，先把距離和光線控制好，拍不到就拍不到，不要追，不要強光一直閃，能的話記得拍弱檔，回去比較有機會能拍到更多的細節。能留下記錄很好，但不要讓記錄本身变成會造成野生動物的壓力。這趟塔塔加對我來說不是一路順順拍到爆的行程。第一晚打龜，第二天遇到下雨，想看黃魚鷹嘴沒有拍到，小滷蛋也沒有拍好。但我覺得賞鳥好玩的地方也在這裡，你不會每個目標都完成，可是路上會一直出現一些原本沒有安排的小可愛。像剛停好車就從我們旁邊咚咚咚跑過去的黃喉貂，又或是晚上雨停後遇到的灰林鴞，還有像是最後一天早上跑到我面前不到 1.5 米的火冠帶菊，這些都不是你在家排行程的時候能完全預測的。所以如果你覺得夏天沒什麼鳥可以拍，可以考慮往高海拔走。塔塔加不一定每次都會大爆發，但它的環境舒服，鳥種有特色，步道也很適合慢慢找，難度不大。來山上還是老話一句，垃圾自己帶下山，看到野生動物保持距離，不要為了照片把它們逼得太緊。希望這集有讓你對夏天的塔塔加有一點期待，也希望你們喜歡這次的3天2夜生態旅行。如果你喜歡這種生態旅行加賞鳥記錄，記得訂閱我們，我們下集再見，拜拜。我們開了一個 LINE 的社群，波霸的裝備袋，裡面有最真實的器材實測、配置建議，還有我私房拍攝的心得。如果你也是裝備控，或者對生態攝影有興趣，歡迎加入我的新天地，一起交流討論喲。未來如果有團購或是各種優惠資訊，我也會第一時間分享在裡面哦。連結就在資訊欄，讓我們在那裡繼續聊攝影、聊鳥鳥、聊裝備吧。我們社群見。